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周子谦，美国注册会计师，我是向金，美国注册会计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千金理财频道。千金理财，一丝不苟，开源节流，滴水不漏。新来的朋友，本频道将从先金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视角，向大家介绍一些财税上的小知识。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那上一期的视频，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年底的财税小秘籍，不知道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还有疑问的话，别忘记私信我们哦。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在此我们代表千金的全体员工，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节日期间，我们为大家送出了特别的祝福，还没有观看的朋友，欢迎点击我们片尾的链接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的新闻让人有一些应接不暇呢？每天都是重磅来袭吗？哦，希望是好消息呢。是的，那当然，我们会计师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新一轮的刺激法案。所以今天我们是要讲这个吗？非也，我们要讲的当然是整理过的干货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公司和个体户都非常关心的 PPP。哦，就是那个薪资保护计划。是的，那废话不多说，上干货吧。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薪资保护计划吗？距离第一期的这个薪资保护计划的款项发出来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了。那么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关于这个 PPP 的什么东西呢？当然是怎么把钱落袋为安啦。对，怎么借钱不还？对，所以呢，大家现在很关心的问题都是这个PPP loan 的 forgiveness 怎么去豁免。而且最近 SBA 又发布了一些消息，第二轮的 PPP 贷款也将来临喽。等一下呢，我们会在问答的环节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那么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loan forgiveness 的一些具体内容吗？当然可以啦，我又要给大家上一张 PPT 啦。贷款的 cover period 涵盖期可选择8周或者24周用来使用贷款。要符合全部贷款免还的资格，贷款额至少需要有 60% 用于薪资，例如工资、周税、退休金等等。您可以使用达至贷款额 40% 在非薪资的开支，例如租金、水电费和贷款利息等等。计算中使用的 FTE 指的是 full-time equivalent， 全职人力工时的总量。如果目前员工人数减少，你还可以使用 FTE Safe Harbor 的条款，全职员工安全港。自贷款的涵盖期结束以后，您将有10个月时间可以申请贷款免还。必须从贷款免还或者全额偿还之日起，保留您的薪资保护计划的相关文件6年。哇，看来如果操作正确的话，还可以省不少钱呢。确实是，不过光听概念的话，大家还有一些云里雾里吧。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向会计师的说书时间了。What？ 哦，不是，是向会计师的举例时间。好的，下面由我来举例说明。比如说，隔壁的刘总，诶，你邻居还挺多呀。对，都是总。他呢，在5月份的时候呢，拿到了 PPP 贷款10万块钱，还不少。对，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如果他要申请这个 PPP 的 forgiveness， 首先他要提供在申请豁免时的员工数和在申请贷款时的员工数，即2个不同时间的员工数。这个还算直观哈。对，这个呢听起来还比较简单，不过接下来呢就比较复杂了，他还需要计算他的在他 cover period 的 FTE。 那么什么是 FTE 呢？刚刚周会计师在前面的 PPT 里面已经解释过了，即 full-time equivalent 就是全职员工的工时数，就是按照每个员工在这段时间内每周平均工作的时间，然后超过40个小时的计数1，
不满40个小时的呢，就计数0.5，再把它们加起来。哦，那他数学一定要好。对的，而且还不能脸盲，认错员工那就麻烦大了。那么计算好了这些，就是要提供证明了吗？是的，如果员工数和 FTE 都符合标准的话，即人数、工资及总工时并没有减少。如果有减少呢，你有理由来证明你是无法再重新聘用这些员工。刘总呢，需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填写3508EZ 表格或者3508表格，填写具体符合条件的花销，也就是之前周会计师在前面 PPT 提到的那些包括薪资和非薪资的各种花销。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提供具体的证据了，是吗？是的，需要提供具体的薪资报告、相关税表以及费用的发票。如果是超过10万的贷款，还需要填写专门形式的一个清单。那么有了这些证据以后，就可以提交给银行了吗？是的，银行的专员会查看所有的材料。如果符合赦免的条件呢，主要是人数符合条件，薪资超过60%，其他费用在允许的范围内呢，那么他们就可以交给 SBA 来审批了。谢谢向会计师的精彩案例。不客气。那接下来又进入到了我们的问答环节。今天呢是千问精答，由我来问问题，向会计师他会来回答大家。好，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评论区收到的，我们会单独出一些视频关于遗产税的，但是呢，在这里可不可以请向会计师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遗产税和赠与税呢？好的，接下来我会在下一个 PPT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美国的遗产税，那么美国遗产税同其他很多税种一样，一般分为联邦税和州税两个部分，但是很多的州呢是没有州的遗产税的。美国联邦遗产税的征收对象是被继承人，即在被继承人过世之后呢，被继承人的遗产要来付税的。继承人在得到遗产继承的时候呢，则不需要再缴税。那么美国遗产税的免税额是多少呢？2018年川普税改之后，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的美国联邦遗产税的个人免税额呢，已经高达1100万美金。夫妻2人一共呢，可以有大约超过2200万美金的免税额。那么遗产税的税率是多少呢？目前联邦遗产税的税率最高可以达到40%。在2020年，遗产税的税率是从18%开始，然后如果总遗产超过100万美金呢，就可以高达40%了。那么遗产税和赠与税是个什么关系呢？在美国，基本上是遗产税与赠与税统一的制度。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遗产税和赠与税是手拉手，然后他们加在一块儿，然后终身的免税额是一起 share 的，所以加起来一共是不能超过1100万美金一个人的。那么在2020年的个人赠与税的免税额为15000美金每年。如果当年赠与超过了15000美金呢，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超出的部分赠与人呢需要缴税，而是超出的部分在赠与人去世时呢要算到赠与人总的遗产税的免税额里面的，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1100万，来降低这个赠与人的免税额度。那么下面这张表呢，列出了这个赠与人如果是美国人或者是非美国人他们之间的区别。那么我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这张表格。因为我们第一期视频有朋友在下面留言说想要了解一下遗产税，所以我们在今后的视频中会专门安排一期来讲遗产税的，也会安排一些 Q&A。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问题的回答之后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OK，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评论区收到的，请问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股票盈利的税率呢？好的，这个股票盈利，我相信这位朋友指的是这个炒股的时候的 capital gain， 也就是这个资本利得。那么资本利得如果要看您的身份，如果你是中国公民，就是非美国税务意义上的居民的呢，那你是不用缴这个 capital gain 的。但是如果你是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或者是你通过了那个绿卡测试和居住测试，然后你是要按照美国税务上意义上的居民来缴税的呢，那么这项资本利得的税率呢，大多数呢是不高于15%的，部分的可能为零。如果你的正常的收入的税率是10%或者12%左右的话，那么你的 capital gain 的这个税率可能会为零。不过呢，如果你这个纳税人的这个正常 ordinary income 的这个收入超过37%的这个税率的门槛呢，那么你的这个资本利得的税率可能会采取到高于20%。如果这个纳税人的应税收入超过37%的税率的门槛呢，那么他的这个资本利得税率呢，将采用20%的新税率。而且这个 capital gain 有一个long term 和 short term， 就是长期和短期的区别。那么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是指长期的，短期的呢，就是按照你的这个 ordinary income， 就是正常收入，也是按照这个不同的税阶，然后按照你自己的正常收入的税阶来缴税，就没有这个 favorable 的这个税率，就没有这个比较优惠的这个税率了哈。那第三个问题呢，回到我们的 PPP， 听说贷款5万以下就可以自动豁免，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呢？不是自动的哈，这个只是一个谣传罢了。5万以下呢，可以使用简易的3508 S 表格 ，means simple， 但是呢还是需要申请的，而且你还是必须要符合条件才可以申请的。好，第四个问题是，请问向会计师什么时候申请 PPP 豁免最好呢？一定是要在年底之前吗？目前的最终法案呢还没有最后确定哈，因此年底的话呢可能会被做一个 debt cancellation 的 income， 也可能这些费用呢就是无法在当年报税的时候呢来使用，所以呢一定要请专业的会计师呢帮你计算以后才能确定。比如说我们哦，比如说千金。对。好，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问题。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过，我们收到了一些消息，最新的第2轮的 PPP 也都要下来了。那虽然说现在可能还没有最终的确定，但是我们可以请向金会计师来给我们简单的列举一下最近的这些更新。那么最新的刺激法案中呢，将有2840亿美元由做这个 PPP 薪资保护计划的第2轮使用。哪些企业有资格获得这个第2轮 PPP 呢？符合资格的企业，即使在第1轮已经申请过了，也可以和其他的未申请过第1轮的企业呢一起参加第2轮的申请。只要这个企业的员工不超过300人，然后他们第1轮的 PPP 的资金已经全部用完。然后第3点就是，相比2019年，它今年亏损的百分比要超过25%。第2轮 PPP 贷款的最高金额呢，将会为200万美元。而且第2轮的 PPP 将首次对非营利组织这个 501C6 的这个组织开放，在第1轮这个组织是不可以申请 PPP 的。第2轮的 PPP 还为这个 SBA 的 EIDL 项目呢再提供200亿美元的定向赠款。具体操作方面呢，是可以自行选择这个 cover period 的长短。第1轮 PPP 刚出来的时候，首先它是说你的 cover period 必须是8周，就是在8周以内要用完。
然后后来延长到24周。那么这个第二轮 PPP 呢，您可以自行选择 borrower 可以就是贷款人可以自行选择8周或者24周。然后这个第二轮 PPP 也增加了可以用作这个 PPP 贷款来支付的一些 expense 的一些支出的内容。具体增加的可以 cover 的这个 expense 呢，就在下面这个图表里面，大家自己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从税务方面，之前这个 PPP 免还部分的费用，比如说工资、房租这些金额，之前报税的时候呢是不能从收入中扣除的，但是这个新法案通过之后呢是可以的。以上就是这个最新的刺激法案中呢关于 PPP 的一些重点内容，我想跟大家提一下的。好，非常感谢向会计师精彩的解答。不客气。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小课堂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是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哦。想要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踊跃订阅我们的天津频道哦。如果还有什么后续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公众社交平台的这些视频呢，只用于科普。如果大家有具体的问题呢，还请私信我们进行专业咨询。好，大家下期再见啦，拜拜。拜拜。